正在嬉戏的孩子与妈妈只是听到门锁的响动，就赶紧并排站好，抬起双手等待爸爸的检查。在确认孩子们都没有违反他的规矩后，爸爸拿出2条燕麦棒作为奖励，可一旁的妈妈却满脸惊恐，抖个不停。随后就是违反规则的惩罚，这母子3人似乎都成了被男人囚禁起来的宠物。可就在当天夜里，丽娜竟找准机会逃了出来，她惊慌地在树林里狂奔，直到一不小心摔倒后，终于看到一辆车从这里路过，丽娜赶紧起身跑过去求救。下一秒，丽娜就出现在了救护车上，一起逃出来的还有她的女儿。她似乎很了解眼前的状况，冷静地说出了妈妈的名字和她的血型，并说这是妈妈曾亲口告诉她的。可突然，丽娜的心率急速加快，对护士的呼叫也没有了任何反应。女儿见状，赶紧趴在妈妈的耳边。这句话像魔咒一般，让丽娜瞬间惊醒了过来。很快，救护车抵达了医院，丽娜被送进抢救室后，女儿被独自留在了大厅。护士露丝被安排暂时负责对她的照顾，可女孩却在见到她第一时间就摊开双手，这已经成为深植在她脑子里的刻板动作。露丝把她带到了休息室，给她找了一件可以取暖的毛衫。而在接下来的谈话中，露丝得知女孩的名字叫汉娜。就在刚刚，她的妈妈丽娜遭遇了车祸，但虽然那个司机肇事逃逸了，可她却一点都没觉得她有错，因为在救护车到来之前，她一直都在照顾妈妈，而且会发生车祸也不是她的错，是因为妈妈平时就笨手笨脚的，甚至有些事情需要她的帮助才能完成。这些话让露丝有些疑惑，难道她妈妈是个整日酗酒的酒鬼？可汉娜却摇了摇头，说妈妈平时只有水喝，而且按规定每天必须喝够 1.5 升。一句话让露丝意识到他们家可能有问题，忙问她是否需要帮助，可汉娜却再次摇了摇头，说他们家有自己的规则，而且那些规则非常重要，只是有时候妈妈会忘记遵守，需要她的提醒罢了。露丝无法想象这些话竟是从一个小女孩口中说出来的，可汉娜接下来的话更是让她后脊发凉。露丝忙急匆匆找到负责这次事故的警察艾达，告诉了他汉娜刚才所说的。但在心里紧急服务的人赶来之前，艾达并不能接触汉娜，他只能嘱咐露丝尽快问出他们家的地址。露丝再次回到休息室，找来了一些蜡笔和画纸，引导汉娜说出更多关于他家的事情。这招果然奏效，汉娜在画下几个小人后告诉露丝，此时他弟弟还在家里清理血迹，语气平静到显然是对家里有血迹已经习以为常。露丝忙顺势询问他家的地址，说这样就能把他弟弟也接过来。可不等他说完，汉娜就立刻拒绝，紧接着便画下2扇黑漆漆的窗户。而接下来，露丝从汉娜断断续续的讲述中得知，他们的窗户被封死，根本看不到外边，房间封闭到需要靠循环机来获得氧气，每天的食物只有牛奶和燕麦片，而妈妈则连牛奶都没有。此时，露丝终于确信他们母子3人是遭到了囚禁。她尝试再次询问地址，可汉娜却阴冷地说了一句：“露丝突然意识到这件事的复杂程度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好在丽娜已经在接受紧急手术，可手术刚到一半就出现了问题。丽娜对输进去的血液出现了一体排斥，这意味着他们得到的丽娜的血型信息是错误的。在结束手术后，医生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艾达。艾达想不明白汉娜为什么要撒谎。就在这时，心理医生也赶了过来。艾达打算跟他一起去见汉娜，想要问出些什么。可汉娜在见到他们的第一反应依旧是伸出双手。艾达不明白他的意思，汉娜向他解释，这样能确保他的手里没有藏任何伤害自己或别人的东西，而且这是爸爸的规定。于是艾达也伸出自己的双手以示友好。可一旁的露丝却把他叫了出去，说汉娜还有个弟弟在他们的家里，那个家像是一个没有窗户的监狱，有通风管道，有血渍，还有规定。可经过错误血型的事情，艾达却怀疑这些是否也是汉娜撒的谎。而此刻在他们的家里，弟弟竟真的在清理血迹，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熟练。在一旁的角落里还躺着一个已经没有了气息的男人。艾达找到汉娜，尽量语气亲和地与她交谈，而接下来他也从汉娜口中得知，他们从来不与外界接触。妈妈会在家里教他和弟弟读书，而此刻弟弟确实还在那个没有窗户的家里。可当艾达问到车祸发生前的事情，汉娜却突然转过头不再说话。他们继续追问爸爸是否曾伤害过他们，汉娜干脆直接趴在桌上闭上了眼睛。见状，他们只能放弃询问，他们需要时间让汉娜放下防备。就在这时，艾达接到了电话，对方是刑事组的比利。这起事故竟还牵扯到其他案件。就在半小时前，比利从系统里翻看到了这宗案件。当他看到丽娜的名字和外形描述，以及可能被囚禁的字眼时，瞬间就血往头上涌。他赶紧给一对老夫妻打去了电话，说可能找到了他们失踪了13年的女儿，此刻就在亚琛医院，但目前还不确定。可还不等他说完，那边就挂断了电话。等待了13年的夫妻惊喜万分，他们迫不及待的就往医院赶。比利随后也赶了过去，可在见到昏迷着的丽娜后，男人却突然愣在了那里。女人的脸上也是一脸的怀疑，虽然眼前的女人有
同样的金发，手上也有与女儿丽娜同样的伤疤，但他们还是一眼就知道这根本不是自己的女儿丽娜。满心的希望瞬间落空，男人的情绪失了控。好在比利及时赶来，才让他冷静下来。但怪异的是，与他一起逃出来的女儿汉娜的脸却跟丽娜儿时一模一样。亚当斯甚至有丽娜儿时的照片可以证明。这个状况让所有人都懵了。显然汉娜就是亚当斯夫妇的外孙女，那么那个昏迷着的她叫妈妈的女人，应当也就是他们的女儿。现在只有做 DNA 才能搞清楚真相，但提取汉娜的 DNA 需要儿童保护局的批准，比对结果也需要8个小时。听到这些的比利焦躁起来。13年来，这起案件成为横在他心口的一根刺，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等不及结果的他，干脆趁着没人的时候，直接进病房，对着昏迷的丽娜问起了问题。他问她究竟是谁，而丽娜竟真的有了反应。她的脑海里不停回荡着丈夫的声音，催促着她快回答问题。而丽娜就在一瞬间惊醒过来，她拼命扯掉氧气面罩，丈夫的声音不断在脑袋里警告她，如果敢尖叫就要了她的命，如果不按她的规则去做也会要了她的命。终于在一阵惊恐的挣扎过后，丽娜扬起了她的脸，说完就又昏了过去。这个回答让比利有些泄气，因为他根本不信。他只能赶紧找到心理医生，希望能尽快拿到汉娜的 DNA， 却又得知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汉娜竟说她见过外公亚当斯。早上他们看望汉娜时，她竟主动询问外公是否还在这里。紧接着便说她曾与妈妈和外公一起旅行，那时他们见过一面，而这是她与妈妈之间的秘密。说完就闭上眼睛，脑海里全是与外公在大花园里的温馨。可心理医生却认为，有时候人们会因为心理创伤而扭曲一部分现实，好让这些符合他的经历和感受，所以他也无法断定汉娜所说的究竟是真的还是幻想。这也意味着他有可能真的见过外公。比利立刻就找到了亚当斯，说汉娜承认他就是他的外公，紧接着便询问他之前是否见过汉娜。亚当斯也马上就明白了比利的意思，他在怀疑是他绑架了自己的女儿，这让他无比愤怒，一把推开比利后就摔门而去。冷静下来后的比利也怀疑自己是疯了，好在很快就拿到了儿童保护局的批准，他们为汉娜做了采样。护士露丝送给她一副墨镜，常年生活在没有窗户的密室里让她的眼睛有些畏光，而汉娜也在很好的适应着外面的一切。紧接着露丝告诉她，待会儿她就要离开这里，去专门的心理辅导医院生活。汉娜竟没有任何不配合，只是提出在离开前要看一看妈妈。可当她走到妈妈的床边后，却趁着露丝不注意，悄悄把什么东西塞进了丽娜的手里，紧接着便趴在她耳边说了一句，随后就没有任何的表情离开。然而等到门关上后，丽娜竟睁开了眼睛。她刚才是在故意装睡，而汉娜放在她手里的竟是一块玻璃碎片。刚才的那句话像极了某种威胁，丽娜没有声张，忙把碎片藏了起来。没过多久，比利又找到了她，他依旧期待能从她口中听到真相，可无论比利问什么，她都闭口不答。直到他拿出真正丽娜的照片，她的脸上才有了些反应。比利说丽娜热情聪明讨人喜欢，她本来有大好的前程，可却在13年前的某个凌晨突然就手机关机失踪了。那时他们查遍了周遭的所有人，却没能找到任何的线索，也再没能有丽娜的任何消息。而这13年来，丽娜的父母无时无刻遭受着煎熬，而此刻他们就守在外边，期盼能得到女儿的一些消息。比利恳请他能帮帮他们。床上的女人有所触动，可就在他打算说些什么的一刹那，紧接着他的情绪就开始激动起来，随后便又昏了过去。而比利就守在一旁，他不想放过任何能得到线索的机会。没过多久，女人就挣扎着醒来，她似乎做了可怕的梦。在看清眼前比利的脸后，忙问他今天是星期几。而在得到答案后，他竟带着哭腔说了一句，比利立刻就反应过来，他是说他被囚禁了整整5个月。他赶紧询问汉娜是否一直都在那里，在得到肯定的答案后，又忙问那里是否还有一个男孩。他们立刻对车祸附近展开了搜查，可没多久后，突然一个男人闯进了封锁的现场。他说自己是这块区域的巡查员，可女警却立即就起了疑心，因为昨晚他在看守车祸现场时，就发现一辆车藏在不远处。他刚想追过去查看，那辆车就迅速启动离开了。他询问男人昨晚是否来过这里，可他却说自己只会在早上和傍晚巡查，说完便离开了。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处荒废的军事禁区，但当所有人都被眼前的发现吸引时，他们身后的树林里却有个人惊慌地喘着粗气。艾达立刻联系来了反恐小组，却被告知军事禁区不允许擅自闯入，而艾达却说此时里边正有个8岁的小男孩面临着危险。男人被艾达的话打动，于是下令即刻展开搜查。可此时那个巡查员突然出现，试图阻止他们的搜查。艾达没有理会，示意继续展开行动。可队伍进去没多久，就突然传来一声爆炸，紧接着就是男人痛苦的哀嚎。艾达忙跑过去查看，
这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可在查询后却没发现任何埋雷的记录，这意味着这些地雷都是由私人埋下的。艾达只能顶着上头的压力，又申请来了排爆小组，很快就清理掉了所有的地雷。在一番搜索过后，搜救犬终于给出了指示，这里正是他们要找的房子。但在进去前，艾达还是给比利打了个电话，让他询问女人房间里是否还有别人。可当他们进去后，却在房子的角落看到一具尸体，看来那个男人已经死了。艾达小心翼翼掀开男人脸上的衣服，可下一秒却差点吐出来。艾达，比利忙问他是否找到了那个小男孩，一旁听到的女人告诉他，乔纳森应该在儿童房的床底下。果然，他们就在床下找到了他，可他却定定地睁着眼睛不说一句话。女人又告诉他们该如何去做。果然，在艾达说出这句话后，乔纳森突然深吸了一口气，紧紧抓住了艾达的手。至此，所有人终于放下心来。可床上的女人却问比利。得到答案后的女人松了一口气，那个在脑海里一直威胁她的人终于死了。在情绪平复一些后，她也终于开了口。女人只是受邀面试个高薪工作，却不想让自己陷入了绝境。当他再次有意识后，发现自己已身在一个陌生的杂物间，双手双脚全都被捆住。突然，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他不明白男人为何要叫自己丽娜，可还不等他反应，男人就把染发膏和一瓶水摆在了他面前，紧接着就告诉贾斯敏，接下来要先把他的头发染成金色，然后才有水喝。贾斯敏本能的拒绝，可在见男人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后，他又赶紧答应了下来。本以为配合就能少受点苦，可男人刚替他染完头发，就又用烧红的铁丝烫在了他的手掌上。贾斯敏疼昏了过去。当他再次醒来后，男人已替他包扎好了伤口。一系列的操作让贾斯敏不仅恐惧，更是满心的不解。这个男人究竟想要做些什么？可还不等他搞清楚眼前的状况，男人就开始宣读他的规矩，在这里要绝对遵守以下规则。每次他进入房间时，贾斯敏必须站到门口迎接并伸出双手，这样能确保他手里没有攻击性的武器。无论是吃饭还是上厕所，都只允许在他规定的时间进行。贾斯敏突然感到一阵不舒服，可男人却生气地抓住他抬起的手，呵斥让他小心别弄脏身上的裙子。他再次疼昏了过去。而当他又一次醒来后，面前突然多了2个陌生的小孩。Hello， 妈妈。贾斯敏被眼前的一幕吓懵了，自己连婚都没结，怎么会有小孩？他本能地说出这不是自己的孩子，可男人却一脸温柔地趴在他面前。至此，贾斯敏才明白过来，自己被绑架成为了那个叫丽娜的女人的替代品。那2个孩子应该就是丽娜与男人的孩子，而她需要扮演他们的母亲。接下来的日子，男人开始训练她按规则行事。起初，贾斯敏曾尝试过反抗，可每次换来的都是一顿毒打。他也曾向女孩汉娜求助，可汉娜也只能低声让他听爸爸的话，因为他们头顶就是没有任何死角的摄像头。此刻贾斯敏终于明白，自己怕是逃不出去了。之后的日子，他只能遵守男人的规则，让自己成为了丽娜，成为了孩子们的母亲。终于在5个月后的一个晚上，贾斯敏抓住机会逃了出来。他趁男人不备，用水晶球砸了他的头，却在逃出没多远后就被车撞进了医院。跟他一起逃出来的还有那个女孩汉娜。之后警方找到了囚禁他们的房子，找到了小男孩乔纳森和一具被割花了脸的男尸。在得知这些消息后，贾斯敏才终于敢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可那具男尸就真的是那个男人吗？而既然贾斯敏只是丽娜的替代品，那么真正的丽娜又去了哪里？警方对那所房子进行了全面搜查，刑事组的警官比利仔细查看着房间的每一寸。丽娜的失踪案压在他心头整整13年。很快他们就发现了大量的摄像头，而比利也在儿童房的床板上发现了一幅画，画里是绚丽的花园和丽娜的父母。显然这幅画就是丽娜画下来的。无法逃出去的他用这种方式让自己的孩子跟他们的外公外婆见了面，而这也解释了他的女儿汉娜为何说她见过外公，还有过一场在大花园里的旅行，那都是他在这枯燥的环境下幻想出来的幸福。比利忍不住一阵阵悲伤，他知道丽娜大概率是被害了。很快他们就找到了连接摄像头的路由器，随着警员切断电源，在一个神秘的房间里的监控画面也全都没了信号。紧接着房子里的警员就听到了滴滴滴的声音和不停闪烁的红灯，反应过来后他赶紧往外跑。好在所有人都及时逃了出来，此时人们才意识到那个男人有多么可怕。很快在房子里发现的那具尸体有了尸检结果，男人是被用钝器从后方砸断脖子而亡，脸上的伤也都是在死亡后才产生的。造成伤口的器具与他们在房子里发现的水晶球碎片相吻合，而他的 DNA 与那2个孩子们的并不匹配，
也就是说他并不是那2个孩子的父亲，这就意味着他有可能是帮凶，但并不是真正的凶手。而接下来法医说出了更震惊的消息，虽然2个孩子的基因比对显示他们都是丽娜的孩子，却并不是同一个父亲。可还不等他们消化，紧接着就又收到消息，房子不远处的树林里发现了一个头骨。比利知道这大概率就是丽娜的，虽然他知道丽娜活着的希望很渺茫，但还是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可当完成头骨的基因比对后，却发现那竟不是丽娜的，但却在绑头发的发圈上发现了2根丽娜的头发，这意味着这个女人也是一位丽娜的替代者，而她死于15个月前。贾斯敏又是在5个月前被绑，那么在中间的10个月里一定还有其他受害者。比利把消息告诉了丽娜的父母，但这对他们来说也并不能算作好消息，因为如果那个男人一直在找丽娜的替代者，那意味着丽娜已经死了。可紧接着比利就拿出一沓照片，他们把那具男尸的脸还原了出来。他询问丽娜父亲是否认识照片里的人，可他却说从来都没见过。紧接着便发起了脾气，斥责他们为何这么久都没能找到凶手，为何不去好好问问那个叫贾斯敏的女人。可出于对受害者的保护，此时去询问贾斯敏并不被允许。贾斯敏已经出了院，他拒绝了与父亲一起回到家乡的请求，独自住进一座公寓。警方为他安排了24小时保护。可就在他走进公寓的那一刻，不远处的车里正有个男人在窥视着一切。至此，我本以为贾斯敏至少能恢复正常的自己，可到了吃饭的时间，他竟依然是在等到6点后才狼吞虎咽起来。那个男人的规则似乎种进了他的身体，接下来的情况越来越差，男人的声音依然在他的脑袋里，在固定的时间让他做固定的事情。终于贾斯敏再也无法忍受，他翻出染发膏把头发染回自己原来的颜色，试图以此来摆脱那个控制自己的声音。可他刚吹干头发就传来了敲门声，门外的女人说他父亲为他送来了一些果蔬。等听到那个女人离开后，贾斯敏才小心翼翼打开门，忙把袋子拿了进来。可袋子里散落出来的物品却差点让他吓丢了魂，里边竟有一盒金色染发膏和一些被囚禁时常吃的燕麦棒。那个男人并没有死，并且就在他的不远处，但还没等他缓过劲来，门铃就又响了起来。电话里的比利说想跟他聊聊，贾斯敏忙收拾好地上的东西，假装没事发生给他开了门。比利问囚禁他的是否始终是同一个男人，贾斯敏给了肯定的回答。随即比利就拿出还原后的死者照片，询问他是否见过这个男人。贾斯敏瞬间就头发都炸了，那竟是他逃跑那晚撞到他的男人。Ik ben een ambulance, ja. 贾斯敏赶紧隐藏起自己的慌张，男人的声音又在他脑海里响了起来，他催促着让他回答问题。贾斯敏回答的声音都变成了哭腔。比利见他的情绪已经开始激动，便没有继续追问，而贾斯敏的表情和他的答案却让比利认为这起案件或许真的有多个凶手。等比利离开后，贾斯敏终于明白自己根本无法逃脱那个男人的魔爪。树林里发现了大量女性的骸骨，诡异的是，她们都穿同样的衣服，鞋子有同样的伤疤，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丽娜。她们都是在独自一人时被陌生的男人绑走，被囚禁成为一个叫丽娜的女人的替代品，照顾他们的2个孩子。可如今虽然受害者的尸体被一一找到，却始终没有找到原型丽娜的尸体。警官比利分析，凶手之所以不停地找丽娜的替代品，就是想要把她留在自己身边，这就意味着丽娜对他来说非常重要。那么丽娜的尸体应当在一个对凶手来说很重要的地方，可眼下却没有那个男人的任何信息。唯一在囚禁地发现的那具男性尸体，并不是那2个孩子的父亲，也无法确定他究竟是真正的凶手还是帮凶。比利突然冒出一个推测，丽娜的女儿汉娜目前的年龄在12到13岁，再加上她跟弟弟同母异父的情况，那很有可能丽娜在绑架前就怀上了他，说不定就可以通过他找到凶手。他立即找来了丽娜失踪前所有的前男友，将他们的 DNA 信息一一采集。果然在不久后的比对结果出来后，竟真的找到了汉娜的生父。可他早已有了自己的家庭和2个孩子，并且根本不生活在这里，显然他根本没有作案的可能。那么凶手就只可能是弟弟乔纳森的生父。那2个孩子都被送进了心理疏导机构，医生开始训练他们如何在正常的社会里生活。汉娜一直以来都能很好的适应，可乔纳森却始终封闭起来，不肯做任何配合。汉娜见状直接趴到弟弟的耳边，他竟还在等爸爸接他们回家。不久后，曾照顾过他的护士露丝为他送来了一本故事集，可汉娜在拿到礼物的第一时间，却是跑过去向摄像头展示。露丝疑惑地询问他是在对谁展示。敏感的露丝立刻就察觉到了其中的问题，她赶紧给警察艾达打电话，可对方却并没有接听。之后没忍住又多看了摄像头2眼，却不知道自己会因此遭受厄运。当夜里他回到家里时，就发现整个房间都被断了电，检查配电箱后发现原来是跳了闸。露丝稍稍放下心来，可身后的房间里突然传来一声响动，她有些疑惑地进去查看，到了第2天就变成了一具尸体。可艾达过来查看了现场后，却没发现任何他杀的痕迹，只能认定为换灯泡时从梯子上摔下来的。之后艾达找到了汉娜，
他拿来了一沓照片，全都是他们对丽娜和那些女孩的囚禁案的嫌疑人。可汉娜在看到每张照片时，都说那是她的爸爸，眼神里是说不出的冷漠与平静。显然他在故意扰乱警方的调查。而当艾达离开没多久，外公就来看望了汉娜。就在汉娜与外公晒太阳时，他突然发现不远处就放着自己的玩具小猫，而同时弟弟乔纳森也在枕头下发现了一个水晶球，这都是爸爸曾送给他们的圣诞礼物。可小猫在案件发生后就再没找到，那个水晶球也分明早已被贾斯敏砸碎，显然他们的爸爸就在这附近。而这2个礼物就是送给他们的回家的信号。到了第2天，汉娜在心理机构的照片突然上了报纸头条，看角度像是从门口的监控拍摄的，可那里的安全性一向很严密，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并不合逻辑。艾达突然想起了那名巡查员，他曾在案发的第一时间就在现场出现过，后来还试图阻止他们对囚禁地进行搜查，而他正是安保公司的一名员工，可以看到任何一个由他们公司负责安保的监控画面。从监控里截出汉娜的一张照片对他来说轻而易举，关键是他曾有过偷窃、跟踪和恶性侵犯的前科，可在面对审讯时他却是一脸淡然，说那都是他在未成年时做过的事情，如今早已没了案底，就连在面对 DNA 提取时也没有任何慌张。果然在等到结果出来后，证明他与那2个孩子没有任何关系。但好在他们有了新的消息，他们在树林里发现了一辆被烧毁的车，又根据那辆车找到了车主，发现车主正是在那所房子里发现的那具男尸，他很有可能就是撞到贾斯敏的肇事者，而他4个月前才带着妻儿从南非回来，显然他也只是个受害者。可贾斯敏在辨认照片时为何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故意误导他们认为他也是凶手，而真正的凶手也就是弟弟乔纳森的父亲究竟是谁，而他又藏在了哪里？汉娜的外公看到报纸后无比震怒，既然心理机构不能保护好自己的外孙女，他决定把汉娜接回家亲自照顾。得到消息后的汉娜轻声告诉弟弟，而弟弟乔纳森竟然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妈妈早就死了，连同那个宝宝一起。原来在几年前，真正的丽娜怀上了第3个宝宝，却在被囚禁的密室里遭遇了难产而亡。可这些事他们却绝口没对警察说过。隔天一早，汉娜在离开前还偷偷对弟弟做了一个什么都不要说的动作，这一切似乎竟都在他的计划之中。而另一边的贾斯敏还在挣扎，脑海里男人的声音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终于他鼓起勇气走出家门，可脑海里的男人却立刻命令他马上回家。最终贾斯敏还是没能打败惊恐，又匆匆逃了回去。在做了一阵子让自己冷静下来后，贾斯敏拿出汉娜在医院偷偷放在自己手里的玻璃碎片，朝自己的胳膊划了下去，这成了他摆脱控制的唯一办法。可就在这时，突然门铃声响了起来，门外的公寓管家询问他是否还好，他的父亲说他们刚刚断了联系。听到此，贾斯敏绝望到了极点，找管家的男人根本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直控制着他的那个男人。他抬头看看头顶的摄像头，明白他正通过那里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而没过多久，贾斯敏竟再次拿出染发膏，把头发染成了被囚禁时的金色。正在这时，门铃被按响，毫无头绪的比利再次找到了贾斯敏，他想看看能否再问出些什么东西，却从贾斯敏从毛巾下露出的一缕头发发现他竟又把头发染了回去。比利立刻找了个借口去卫生间查看，果然在垃圾桶里发现了染发膏的外包装。他瞬间就意识到了问题，赶紧仔细观察起了房间。就在抬头的一刹那，他发现头顶的烟感系统里竟藏着一枚摄像头。他赶紧故作镇定，装作什么都没发现。可他的一举一动已经被监控后的人尽收眼底。之后比利再没有问更多，在偷偷确认房间里到处都有摄像头后，便匆匆离开了。回到车里后，他才敢长舒一口气，那个男人竟一直监控着他们的一举一动，并且就在他们的身边。他决定就守在这里。而他刚离开，贾斯敏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脑海里是那个男人的声音。 Wie schön, Lena. Du bist bereit, nach Hause zu kommen. 紧接着他穿回了被囚禁时的衣服，对着镜子对自己说了一句。汉娜已被接回了外公家，外公早就给他布置好了房间。可到了深夜，外公突然被楼顶的声音吵醒。当他上去查看时，发现汉娜竟然不见了。好在很快就在楼下的窗口找到了她，她正站在窗前对着窗外挥手。外公这才松了一口气。可当第2天清晨醒来时，汉娜竟再次消失不见。外公着急的满屋寻找，可汉娜竟早已离开那里，出现在一辆布满监控的房车上。她前面坐着的正是制造这一切的那个男人，他的爸爸。他给女儿展示了他新准备的房子，也就是新的囚禁地。紧接着他又调出了贾斯敏的监控画面，他已经收拾妥当准备出门。接下来只要把贾斯敏和乔纳森都接上，他们就又是幸福的一家。贾斯敏似乎很平静地收拾着一切，却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水果刀，偷偷藏进了袖筒。而这一切早已被男人看了得清清楚楚。紧接着贾斯敏就收到了来自男人的信息，说他已经在拐角处等候。而贾斯敏一出门，在外等了整整1夜的比利就赶紧跟了上去，却还是在一个拐角处后丢了贾斯敏的踪迹。可比利突然看到正开车门的男人，瞬间想起曾在警局看到过他，而他正是安保公司的老板。
再想起之前的种种线索，比利瞬间明白了所有，他赶紧开车跟了上去，然后给艾达打去电话，让他去调查安保公司的老板跟丽娜家是否有任何关系。艾达立刻赶到安保公司，去调查这里是否有关于丽娜家的任何记录。一转头，他发现了墙上的照片，工作人员说那是老板拉斯的外公，拉斯跟他长得很像，他一直都是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紧接着，艾达就在另一张照片里发现里边的一个年轻女孩像极了丽娜。工作人员说那是拉斯的母亲，有一天她突然就跑掉失踪了，当时还很年轻，而他们也从未见过拉斯的父亲。艾达拍下了那2张照片。就在这时，女人查到了记录，2002年丽娜家曾让他们公司配过安保系统，可警报在最后一次响起却是在13年前。艾达赶紧拿着照片找到乔纳森，而乔纳森竟一改往日的冷漠，说照片里像是已经老掉了的爸爸，而那个抱孩子的女人很像自己的妈妈，但又有些不同。至此，案件终于明朗，拉斯就是他们的爸爸，也是真正的凶手。原来那时丽娜独自在家，上门维修监控的拉斯发现她竟跟她的母亲长得一模一样，而那刻他突然有了变态的想法。至此13年后，丽娜就一直被他囚禁，生下了汉娜和乔纳森，直至最后难产而亡。贾斯敏一上车就被汉娜戴上了手铐，而他此时已没那么惊恐，只是询问为何单独让她活了下来。可拉斯却摸摸她的肚子，原来她在逃跑前已验出怀孕，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原来那晚贾斯敏在趁机砸倒拉斯后，捡起钥匙便匆匆逃了出去。可乔纳森却拿着破碎的水晶球很伤心。汉娜拿过他手中的碎片，叮嘱弟弟清理好现场，等爸爸醒来后把一切都告诉他。之后便独自出门去找妈妈。紧接着贾斯敏就被车撞倒，而汉娜就趁着肇事的男人慌乱的时候，一棍子把他敲晕了过去。随后爸爸也追了过来。拉斯本决定就此把贾斯敏处理掉，可汉娜却请求能把他留下来，因为她是后来的所有妈妈里他最喜欢的一个，也是最像真正的妈妈的一个。而疼爱女儿的拉斯竟同意了他的请求。可贾斯敏要活着就必须接受医院的治疗。拉斯在沉默了一下后，拿过汉娜手中的玻璃碎片，把那个男人的脸割花，又交代给汉娜接下来该如何说如何做后，告诉她等丽娜好了就会接他们回去。后来拉斯叫了救护车，他把碎片再次交还给了汉娜。贾斯敏不可置信地看着汉娜，不知道自己所面对的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很快到了中午12点，这正是规则里贾斯敏上厕所的时间。拉斯把车停到一处荒野，解开了贾斯敏手上的手铐，接着便紧紧握住她的手腕，摸出了藏在那里的小刀扔了出去。贾斯敏最后的一点小希望已被拉斯终结，可就在他蹲下时，竟偷偷拿出了藏在最深处的玻璃碎片。紧接着他便假装昏了过去，拉斯拍拍他让他醒醒，而贾斯敏竟在瞬间来了个极限反杀。然后就又试一下。贾斯敏终究拯救了自己。做完这些后，他定定地向着太阳的方向走。当比利追过来后，拉斯已经只剩下半口气。比利捂住他的伤口，问他丽娜在哪儿。拉斯在说出在花园里后便没了气息。贾斯敏就在不远处的沙滩上，带着汉娜一起感受大海和微风。而汉娜在这一刻也终于摘下了眼镜。10几年来，她终于可以直视墙外的世界。至此，我也不明白汉娜究竟在整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但她终究是得到了自由和真正的幸福。后来，丽娜的骸骨真的从花园里挖了出来，而汉娜和弟弟乔纳森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也终于有了正常的生活。他们是丽娜留给父母的最后的礼物。